实习生挺着孕肚在群里狂甩婚纱照。婚宴端盘子的活儿内定给你了。他以为自己马上要当上总裁太太，殊不知那总裁只是个吃软饭的赘婿，甚至患有无精症。他肚子里的野种根本就是个笑话。我反手便冻结了渣男的全部资产。既然他们敢拿我的钱作威作福，今天这场婚宴我必须让他们身败名裂。深夜，镇卫生院，我刚结束10小时的急诊手术，累到虚脱，手机在柜子里狂震。是科室新来的实习生夏薇。明天我结婚，大家务必到场，份子钱免了，我老公全包。抱歉，明天有事。下一秒，私信弹出来：苏医生，别给脸不要脸，我老公可是县域医疗集团的投资人，你以后不想混了？婚宴端盘子的活儿内定给你了，你这种老女人，不就是想来高级场所钓金龟婿吗？发进大群，看到照片上新郎那张脸，我气笑了，是陆川，一个靠我们苏家从穷小子爬起来的凤凰男赘婿，还有胆子办婚礼。既然份子钱不要，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关手机，回家，家里一团糟，陆川没回来，看来筹备婚礼乐不思蜀了。拨通管家电话，立刻冻结陆川名下所有资产，停掉所有信用卡，准备一份大礼，明天送到县大酒店。第二天，我推着1人多高的大礼盒出现在婚宴现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礼盒上挂着什么？早上，陆川发消息装体贴。老婆，手术累了吧？出差回来给你按摩，还准备了惊喜。行，等你见到我也回你个大惊喜。赶到县城大酒店的婚宴现场，实习生夏薇穿着高定婚纱，正得意洋洋地招待镇卫生院的同事。大家随便吃，我老公有钱，他是咱们医疗系统最大的投资人，以后多多关照。护士长眼尖看到我，阴阳怪气：哟，苏医生怎么不请自来？平时清高，还不是想来攀高枝儿？1人多高的礼盒推到夏薇面前，礼盒最上面赫然挂着一个血淋淋的狗头。夏薇脸绿了：苏瑶，你什么意思？我好心让你来端盘子，你送狗头讽刺谁？我家发情的公狗到处撒尿占地皮，送这狗头跟你正配。你个被男人甩了的老女人，嫉妒我嫁得好！我老公马上到，一句话让你滚出医院！我往后退一步，躲开他的口水。别激动，拆礼物。刺啦一声，我一把扯开包装，里面是一副巨大的挽联，左联婊子配狗，天长地久；右联贱男配鸡，如胶似漆，横批天打雷劈，全场死寂。夏薇气得发疯，叫嚣着她老公身价100亿，我直接甩出了一样东西砸在她脸上。全场鸦雀无声。你嫉妒我嫁给财阀，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夏薇，我再确认一遍，你确定要嫁这男人？废话，我老公身价100亿，动动手指头就是你一辈子挣不到的钱。同事们跟着附和，骂我想攀高枝，得罪了投资商太太以后别想干了。攀高枝，这医院原本就是我爸送我的，陆川算哪门子投资人？不过是我苏家养的一条说踢走就踢走的狗。夏薇见我不吭声，以为我怕了。老公，你快来！苏瑶跑来大闹，送挽联咒我们。什么？苏瑶？你们别起冲突，我马上到。听见没？我老公马上来，你死定了！赶紧跪下磕头道歉，把晦气东西吃了，我还能考虑留你在医院端盘子。我走上前，直勾勾盯着他，让我下跪，你配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那身价100亿的金龟婿陆川，是我苏瑶的合法丈夫。夏薇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竟然抓起酒瓶朝我冲了过来。结婚证砸在夏薇脸上滑落，她愣了2秒，忽然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哈哈！苏瑶，你小男人想疯了！大家都看看，这苏瑶为了抢男人，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快滚，别在这丢人现眼！就是，脏了我们夏薇的婚礼！我被推得踉跄，后腰重重撞上桌角。10小时手术后的疲惫让我眼前阵阵发黑。夏薇端起一杯香槟，哗啦泼了我满脸。这时，我大学时的导师张教授进来。教授做主啊！苏瑶看上我老公，送狗头诅咒我撒泼闹事。苏瑶看上我老公，送狗头诅咒我撒泼闹事。教授向来护短，皱眉看我：“你是骨干，太没分寸了。”他道歉，连导师都信了他。夏薇得意忘形，带着同事压着我的脑袋往下按，抄起桌上的空酒瓶，砰地砸在我脑袋上。
毁人幸福，天打雷劈！我肚子里怀着陆川3个月的孩子，你现在爬床也晚了。玻璃渣划破我的脸，血流下来，我推开他爬起来，没哭，反而大笑出声。怀孕太有意思了！我抹了一把脸，掏出手机给管家发指令，盯着他的肚子。既然你这么想当陆太太，我再送你一份大礼。酒店中央的大屏幕突然亮起，刚赶到现场的陆川看清屏幕上的字后，扑通一声跪下了。酒店大屏幕瞬间亮起，画面中央是一份盖着医院红章的诊断报告，姓名陆川，诊断结果无精症，签字医生苏瑶，时间3年前。全场瞬间死寂。夏薇干笑2声，摸着肚子转向众人：苏瑶，你真恶毒！伪造体检报告咒我老公生不出孩子。他指着我鼻子骂：你连基本医德都没了！我满脸是血和酒水，狼狈不堪，却根本不在乎，盯着他反问：夏薇，你实习没学过看诊断书，还是说你肚子里这野种根本不是陆川的？要不然给大家讲讲孩子亲爹到底是谁？夏薇气得脸色煞白。就在这时，门口一阵骚动，陆川带着助理推门进来，派头十足，同事们立马围上去告状。夏薇哭着扑进他怀里：老公，苏瑶伪造病历咒你，快把这疯女人赶出去！陆川的目光越过人群，死死定在我身上，看到我脸上的血口子，他浑身一僵，脸色刷得惨白。3年前我拿到这报告，为了保护他这农村出身自卑到骨子里的自尊心，瞒下了一切，自己扛了3年催生的压力。结果他拿我的钱养小三，还搞出个假孕戏码，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同事们看着大屏幕上的钢印，开始窃窃私语：有钢印，像真的那夏薇的孩子是谁的？夏薇还在喋喋不休撒娇：老公你说话啊，让苏瑶滚！陆川嗓子嘶哑，一把猛地推开他：闭嘴！他哆嗦着一步步走向我，在全场的注视下，双膝一软，重重跪在我面前。身价100亿的投资人当众下跪，夏薇彻底疯了。而陆川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更是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大酒店这条铺满玫瑰的红毯上，那个在众人眼里高高在上，号称身价100亿的医疗集团投资人陆总，竟然当着所有亲戚同事的面，双膝狠狠砸在地上，当众给我重重跪下了。夏薇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五官因为极度震惊扭曲在一起。她像发疯一样冲过去，死死拽住陆川的胳膊，声嘶力竭的尖叫：老公，你疯了吗？你快点起来啊！你跪这个老女人干什么？今天该跪下的是她。可陆川就像魔怔了一样，根本听不进她的叫唤。他仰着头死死盯着我，眼眶通红。我居高临下俯视着他，看着这个我掏心掏肺爱了5年，也纵容了5年的男人，冷笑出声：怎么现在知道怕了？陆川嗓子沙哑的像吞了沙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瑶瑶，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求求你原谅我。我直接大笑出声：你自己都无精了，哪来的脸求原谅？你大声告诉大家，他肚子里这野种是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吗？夏薇彻底崩溃，尖叫着撕扯陆川的西装，逼他否认。弄清真相的张教授满脸愧疚，叹息着佝偻着被离开了酒店。导师一走，陆川竟试图拉我回家，被我恶心甩开后，他突然拔高音量倒打一耙：瑶瑶，你怎么能伪造报告毁我清白？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全我们这个家？被我气笑怒对后，陆川深吸一口气，转身对着全场大声宣布：没错，夏薇确实怀了我的孩子。全场哗然，夏薇得意地挺直了腰板。可陆川接下来的半句话，直接把夏薇打入了18层地狱。他到底说了什么？全场一片哗然，听到陆川当众承认孩子是他的，夏薇脸上的惊慌一扫而空，重新绽放出胜利者的骄傲笑容。他得意地挺直腰板，摸着肚子，眼神充满挑衅地瞥向我。可陆川紧接着吐出的话，让他的笑容彻底僵死在脸上。但这个孩子是我特意准备送给我们夫妻俩的礼物。陆川转过头，换上一副深情款款却让我无比反胃的嘴脸：瑶瑶，我知道你因为生不出孩子自责，夏薇算什么东西？她不过是我找来的代孕工具。等她生下孩子，我会甩笔钱让她滚得远远的，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夏薇浑身发抖，指着陆川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工具？陆川，你竟然把我当成工具！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用我的钱去包养小三，让小三怀上别人的野种，然后跑来告诉我这是送给我的礼物，你还真是慷慨的让人恶心。字字诛心，直接撕下他最后一块遮羞布。陆川恼羞成怒，指着我怒吼：苏瑶，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给你台阶下，一个生不出蛋的老女人就该给我感恩戴德。我冷冷盯着他：既然你咬定报告是我伪造的，敢不敢现在就跟我去县医院再做一次检查？陆川梗着脖子叫嚣去就去，坚称自己身体好，还说夏薇单纯，绝不可能出去乱搞。这话一出，夏薇脸色刷白，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惊恐。陆川脑子一热就要往外走，夏薇却死死抱住他往后拖，急得飙泪威胁我：苏瑶，你别得意，就算结了婚，他马上也能跟你离婚。我一字一顿地说：
离婚？你一条靠着我苏家才能活到今天的狗，也配跟我提离婚？你敢吗？苏家2个字一出，人群中懂行的同事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直接戳穿了陆川苦心经营的100亿总裁人设。我的一句苏家，让整个婚宴现场瞬间炸开了锅。县医院的同事们交头接耳，惊叹市里最大的医疗集团就姓苏，咱们医院就是苏氏旗下的。大家这才明白，陆总根本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个拿着老婆钱养小三的赘婿。周围人像看垃圾一样看着陆川，陆川脸色惨白，夏薇还在自欺欺人的念叨不可能。陆川根本不理他，反手拽着他的胳膊就往外拖，非要去医院证明孩子是他的底气。看戏看全套，我也跟着去了。去医院的路上，身后浩浩荡荡跟了好几辆车，全是不嫌事大的同事。车里，陆川咬牙切齿，怪我把事做绝丢进他的脸。我看着窗外冷嘲热讽，他便换上哀求的语气，说是滚鱼心窍，怪我没给他温存。见我不吃这套，又凶相毕露，拿投资人的身份威胁让我滚蛋。我冷笑回应：好啊，我等着。到了医院，我带他去泌尿外科，请老主任亲自取样。夏薇死活不肯检查，被女同事强行架去了妇产科。走廊里挤满吃瓜群众，先出来的是妇产科医生，拿着 B 超单，表情复杂的宣布：夏小姐她根本没怀孕，子宫里就长了个肌瘤。全场轰然大笑，管子宫肌瘤叫怀孕3个月，想嫁豪门想疯了吧？人群的嘲笑声中，老主任拿着陆川的报告走了出来，上面只有3个字：管子宫肌瘤叫怀孕。这女人脑子有坑吧？同事们的嘲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过去，夏薇彻底崩溃，瘫在地上大哭，陆川也摇摇欲坠。这时泌尿外科老主任沉着脸出来，把刚出炉的报告直接对到陆川脸前，白纸黑字，诊断结果栏清清楚楚3个大字：无精症。陆川眼睛通红，抢过报告撕得粉碎，大喊造假。老主任厉声呵斥：道出3年前就是这个结果，是我哭求瞒着他，并到处查资料熬汤给他治病，痛骂他乱搞假孕戳我的心。老主任的话字字如锤，周围帮着夏薇说话的同事全羞愧低头。陆川彻底傻眼，终于想起这3年我顶在前面挨骂的苦心，反应过来的他像疯狗一样转身，一脚狠狠踹在夏薇肚子上，骂他骗人。夏薇疼得满地打滚，凄厉尖叫，大骂陆川是个没用的废人，吃软饭的窝囊废。两人撕扯在一起，拽头发，踹肚子，保安拉都拉不开。我冷眼看着这场狗咬狗的闹剧，走上前冷冷开口：闹够了吗？两人动作一僵，我低头俯视夏薇：你明天不用来了，我会以败坏医德为由将你除名并通报学校，你的医疗生涯到头了。夏薇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我转头看向满脸是血的陆川：陆川，还记得结婚那天我爸跟你说过什么吗？陆川浑身猛地一哆嗦，我爸当年说，如果敢让我受半点委屈，他会怎样？我当着陆川的面拨通了管家的电话，开始全面反杀。我爸当年说，瑶瑶是我唯一的宝贝，你只要真心对她好，苏家的一切以后都是你的。我盯着陆川惊恐的眼睛补齐后半句：但你若敢让她受半点委屈，我会让你从哪来滚回哪去。我掏出手机，当众按下管家王叔的号码。王叔，收网发，把陆川名下我赠予的所有房产、豪车、股份全部冻结收回，对外发布公告，苏氏集团即刻解除与他的一切职务和合作。另外通知律师，告他重婚，起诉追回他给小三花掉的每一分钱。陆川像被抽了筋，僵在原地，话音未落，他手机像催命符般疯狂震动，黑金卡被冻结，苏氏撤资资金链断裂，别墅指纹锁被改，劳斯莱斯被强制拖走，手机摔碎在地。陆川膝盖一软，跪倒在我脚边，痛哭流涕，试图用恋爱时陪他吃食堂的苦日子来唤醒我的同情。我冷冷俯视他，我还记得我爸看你可怜，给了你500万创业，结婚时给了你半壁江山的股份，你吃得穿得开的，哪样不是我苏家赏你的？周围同事哄笑嘲讽他是现代版陈世美。地上的夏薇听到陆川彻底破产，疯了一样扑上去又撕又咬，大骂软饭男。我嫌恶的后退一步，让保安报警抓人。我转身往外走，身后传来陆川凄厉的哀求，但我毫不在意。走出大门，夜风吹过，心里前所未有的痛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戒指，扔进垃圾桶。手机震动，我利落回复了主任明早主刀手术的安排。甩掉渣男，我重回手术台。可我没想到，第二天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急诊病人，竟然会是刚被我送进局子的熟人。早上8点，我换上绿色洗手衣，刷手消毒，举着手推开1号手术室的门。巡回护士和麻醉师抬头看我，表情十分古怪。无影灯下，躺在手术台上的休克病人，正是昨晚嚣张跋扈的夏薇。昨晚县大酒店那场混战，陆川彻底急了，眼下了死手。夏薇腹部的子宫肌瘤被硬生生踹到破裂，引发了严重的腹腔大出血。救护车把他拉来的时候，血压已经掉到了谷底，随时没命。一助医生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全科室都知道，这个女人昨天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生不出孩子，还妄图抢走我的一切。我面无表情地走到主刀位置，
伸出右手，手术刀。我是个医生，上了这台手术，眼里就没有仇人，只有器官和病灶。开腹、吸血，寻找出血点。我手起刀落，动作行云流水，激流剥离，缝合止血，2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收尾交给你了。我扯下沾满鲜血的手套，精准地扔进黄色医疗垃圾桶。苏主任，牛！医助由衷地竖起大拇指。我走出手术室，刚摘下口罩，迎面撞上2个穿着制服的县公安局民警。苏医生，陆川涉嫌巨额职务侵占和商业诈骗，局里正式立案，我们需要你配合取证。我点点头，带着警察直奔陆川在县域医疗集团顶层的副总办公室。推开门，满地狼藉，保险柜被砸开。看来陆川昨晚连夜前回来，妄图销毁证据和转移最后一点现金。可惜他太蠢了。我径直走到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摸到背面的隐藏卡扣，用力一按，啪嗒一声，一块案板弹开，里面静静躺着一个黑色加密 U 盘。我把 U 盘递给警察，警官，他这5年做假账、吃回扣、私自转移集团医疗器械款的所有底单全在这里。带队警官把 U 盘插进随身电脑，看了一眼数据，脸色大变。陆川不仅拿我的钱养小三，竟然还倒卖了县医院一批救命的物资，这下他死定了。带队警官快速浏览着 U 盘里的数据，眉头越拧越紧。苏医生，陆川胆子太大了，他不仅挪用公款给夏薇在市区全款买了套大平层，还私自扣下了一批原本要下发给镇卫生院的特效降压药，转手倒卖给了外省的私人药房。我眼神冷了下来，拿我的钱去养女人，我只当是花钱买了个教训，但他动了救命的药，这是在绝我们医疗集团的根，也是在要老百姓的命。我爸当年建立这个县域医疗网，就是为了让10里8乡的乡亲们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陆川这条白眼狼，死不足惜。警官，数额够判多少年？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如果是职务侵占加非法经营，10年起步。警官合上电脑，我们现在立刻对他实施抓捕。警察前脚刚走，我兜里的手机就响了，是急诊科护士长打来的。苏主任，你快来一趟急诊大厅，陆川的妈带着一帮村里的亲戚来闹事了，非说咱们医院草菅人命，把夏薇的肚子搞没了，还让陆川断了后。我冷笑一声，这老太婆当初陆川入赘的时候，她嫌丢人，连婚礼都没来。听说陆川当了副总，每个月雷打不动来医院财务室支取2万块的养老钱。现在陆川成了穷光蛋，他倒想起来充长辈了。我快步走到急诊大厅，老太婆正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干嚎：苏瑶，你个不下蛋的母鸡，你自己生不出，就嫉妒我们家川子有后，你故意把夏薇的孩子给弄没了，你赔我们老陆家的孙子没有个500万，我今天死在你们医院门口。周围围满了看病的病人和家属，我走过去，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张贪婪的脸。要500万是吧？我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直接甩在他脸上。这是陆川的无精症诊断书，你睁大老花眼看清楚，你引以为傲的儿子是个天生的绝户。老太婆捡起诊断书，像见了鬼一样浑身哆嗦。还没等他开口，几辆警车呼啸着停在了急诊大厅门外，车门拉开，陆川带着冰冷的手铐被压了下来。老太婆死死盯着那张盖着红印的诊断书，双眼翻白，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瘫倒在地。不可能，我儿子壮得像头牛，你这个毒妇骗我！他嘴里喃喃着，还在做着抱大孙子的春秋大梦。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3辆闪着红蓝警灯的警车吱呀一声急刹在急诊大厅门外。车门拉开，2个高大的民警一左一右将戴着银色手铐的陆川压了下来。他早没了昨晚西装革履的总裁派头，衬衫扯成了破布条，脸上被夏薇挠出的血痕结了血痂，头发乱得像个鸡窝，整个人犹如一条丧家之犬。一看到我，陆川剧烈挣扎起来，不顾一切地朝我扑通一声跪在台阶下，瑶瑶，救我！我不想坐牢啊！陆川哭得眼泪鼻涕横流，脑袋磕在水泥地上砰砰作响。要财的事是我一时糊涂，你跟警察说那是我自家的公司，算内部账行不行？看在夫妻5年的份上，你给我调生路吧。老太婆见状，连滚带爬的扑过去抱住陆川，儿子，他们凭什么抓你？你可是大老板啊！带队警官冷着脸甩出一张拘留证，陆川涉嫌职务侵占、倒卖医疗物资谋取暴利，人证物证俱全，现在依法刑事拘留。老太太，你儿子不仅不是老板，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连你们老家的宅基地都抵押给高利贷了。老太婆一听宅基地没了，两眼一黑，彻底晕了过去。几个亲戚见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了个干净。我走下台阶，停在陆川面前。陆川，结婚那天我就说过，苏家的钱你可以花，但苏家的底线你不能碰。我俯视着他，那些救命药是你自己断送了你最后一线生机，带走。陆川绝望的哀嚎声在警车里渐渐远去。我转身准备回科室，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稳稳停在了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我爸那张威严的脸。上车，他沉声说。我坐进车里，我爸递给我一份厚厚的红头文件，我翻开一看，
竟然是苏氏集团的股权转让书和县医医疗集团的全面接管令。我这下要正式掌权了。我接过那份红头文件，翻开第1页，苏氏集团60%的绝对控股权已经全数转到了我的名下。爸，你这是干什么？我合上文件，我爸靠在真皮座椅上，叹了口气。这5年，为了照顾那个废物的自尊心，你委屈自己窝在手术室里不争不抢，现在毒瘤拔了，该你出来主持大局了。明天上午9点，集团召开董事会，你正式接任董事长。另外，律师团队我已经给你备好了，最顶级的。车门拉开，一个穿着深灰色高定西装、身姿挺拔的男人坐进了副驾驶。他转过头，金丝眼镜后是一双极具侵略性的冷厉双眼。苏小姐你好，我是顾晨。接下来的离婚诉讼和陆川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由我全权代理。顾晨，国内法学界的顶级大状，专打经济犯罪和豪门资产纠纷，从未有过败绩。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一触即分。顾律师，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我要陆川净身出户，不仅要把他吃进去的苏家资产连本带利吐出来，还要让他这辈子都在里面踩缝纫机。顾晨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如您所愿，我刚刚查了陆川的账户流水，他名下虽然被冻结了，但他之前利用职务之便，将1笔300万的资金转移到了一个海外户头上。我已经申请了跨国资产追踪。另外，夏薇女士在医院 ICU 苏醒后，得知陆川破产且无精，为了自保，已经主动提出愿意转做污点证人，指控陆川教唆他伪造孕检报告实施诈骗。狗咬狗，一嘴毛。我满意地点点头，这才是他们应得的下场。第二天上午9点，我脱下白大褂，换上一身高定黑色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踏入苏氏集团顶层的会议室，推开双开大门，原本闹哄哄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几个以前跟着陆川混的老董事面色如土。我径直走到主位，将接管令重重拍在桌面上。从今天起，我说了算。就在我准备清理集团内部陆川的残党时，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农村女人冲了进来，指着我大骂要我偿命。苏瑶，你个黑心肝的老板，你还我男人的命来！女人穿着破旧的碎花棉袄，挺着个即将临盆的大肚子，直挺挺地跪在会议室门口，哭天抢地。保安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苏董对不起，这疯女人不知怎么混上来的，力气大得很，我们不敢拉，怕伤了孕妇。我冷冷摆手，示意保安退下，走到女人面前，你男人是谁？我怎么要了他的命？女人抹了一把鼻涕眼泪，恶狠狠地瞪着我。我男人叫赵大强，就是你们那个什么陆总，收了我家20万块钱，说包给我男人弄个好肾源换肾，钱交了，人被推进手术室，结果用的根本不是好肾。我男人昨晚排异反应死了，全场倒吸一口凉气，买卖器官加上医疗事故，这可是要捅破天的大罪。几个陆川提拔起来的董事立马开始煽风点火。苏董，这可是陆川任期内出的事，您现在接手，这屎盆子可就扣在咱们集团头上了。就是啊，这弄不好整个医院都要停业整顿。我猛地回头，凌厉的眼神扫过那几个多嘴的董事，他们瞬间噤声。转过头，我盯着地上的女人，大嫂，陆川昨天已经被捕了，而且我们县医院从来不具备器官移植的资质。你男人在哪做的手术？女人愣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单，就在镇上那个废弃的老纺织厂。陆川说那是你们医院的秘密基地。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地下黑诊所。陆川不仅倒卖救命药，居然还敢在镇上搞非法的地下手术，谋取暴利。我立刻拨通顾晨的电话，顾律师，马上带警察去镇东头的老纺织厂，陆川在那搞地下器官黑产。半小时后，警方的通报传回，老纺织厂里确实有一个简陋的无菌手术室，现场抓获了2名正在销毁证据的黑衣，全部是陆川在外面养的大手。事情彻底大条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犯罪，这是草菅人命的重案。我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县城的车水马龙。陆川，你这次是把18层地狱的门槛都踩穿了。就在我以为陆川这辈子出不来的时候，市局突然传来消息，陆川在看守所里突发急性心衰，保外就医了，而且在转移途中人神秘失踪了。市局电话打来，陆川跑了。我没慌，直接调取医院太平间的监控。陆川装心脏病发作，买通了看守所的御医，那个御医的老家就在城郊的王家屯。我抓起车钥匙，叫上顾律师，直奔王家屯。车子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两边是大片的玉米地和废弃的养猪场。陆川这种凤凰男，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只会往老鼠洞里钻。我踩下油门，泥水溅了半步高。顾晨坐在副驾驶，盯着平板上的定位红点。苏董前面没路了。我推开车门，踩进泥地里，前面是个废弃的养猪场，大门紧锁。我绕到后墙，捡起一块砖头，砸碎了窗玻璃，翻进去，一股恶臭扑鼻而来。陆川正趴在猪圈的干草堆上，手里死死抱着个黑色蛇皮袋，袋子里装的全是他从地下黑诊所敛来的现金。听到动静，他猛地抬头，眼里的惊恐像见了鬼。
苏瑶，你怎么找来的？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冷笑，你那点出息，我闭着眼睛都能闻到味儿。我步步紧逼，他抓起旁边的生锈铁叉对准我，别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养猪场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冲进来的不是警察，而是陆川的亲妈。老太婆手里举着个农药瓶，对着陆川就扑了过去，铁门咣当一声砸在地上。老太婆披头散发地冲进来，手里举着半瓶敌敌畏，她没扑向我，反而一把揪住陆川的头发。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把我的棺材本还给我！陆川被扯得惨叫，手里的铁叉当啷落地。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对母子狗咬狗。老太婆不知道从哪听说了陆川要跑路，提前翻了他藏在老家墙根底下的存折，结果发现里面1分钱不剩，全被陆川换成了蛇皮袋里的现金。陆川红了眼，一脚踹在老太婆肚子上，滚开，老子都要没命了，还管你什么棺材本！老太婆被踹翻在猪粪里，嚎啕大哭。顾晨带着几个警察趁机冲进猪圈，直接把陆川按死在地上，冰冷的手铐再次落在他手腕上。陆川剧烈挣扎，死死咬着那个蛇皮袋不松口，袋子被扯破，成捆的100元大钞散落一地，混着臭烘烘的猪粪。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引以为傲的脸上。陆川脸颊贴着猪粪，嘴里还在求饶：瑶瑶，这钱分你一半，你让警察放我走。我蹲下身直视他的眼睛，陆川，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入赘的时候说绝不碰苏家1分钱？陆川浑身一抖，我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甩在他脸上，你不光碰了苏家的钱，你还碰了不该碰的人命，这上面的名字你熟吗？我甩在他脸上的是一份死亡名单，全是被他在镇上那个黑心纺织厂骗去换器官的受害者。陆川看清上面的名字，彻底白了脸，烂泥一样瘫在地上。警察把他连人带钱全部押上警车，老太婆还在地上撒泼打滚，抢地上的散钱，被民警一并带走查办。我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转身走出养猪场。回到县城，我没回集团，直接去了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夏薇刚拔了呼吸机，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看到我，她吓得直往被子里缩。我拉了张椅子坐下，敲了敲床头柜。陆川被抓了，人赃并获。夏薇身体猛地一僵，随后疯了一样笑起来，笑着笑着就哭了。活该，他个死骗子，活该！我冷冷看着他，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你作为同谋进去跟他一起踩10年缝纫机；第二，转做污点证人，把陆川这些年怎么做假账，怎么逼你伪造怀孕报告的事，一五一十在法庭上吐出来。夏薇毫不犹豫地抓住我的袖子。我选2，我作证，我什么都说。苏董，我不想坐牢。我甩开他的手，站起身，那就管好你的嘴，明天开庭，别掉链子。第二天一早，县法院开庭。就在我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陆川的辩护律师突然当庭拿出了一份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录音证据。县法院一审开庭，我坐在原告席，旁边是西装革履的顾晨，被告席上的陆川剃了光头，穿着黄马甲，双眼死灰。法官敲响法锤，走完流程，夏薇被法警推着轮椅出庭作证。他像疯狗一样把陆川所有的底牌全咬了出来，伪造病历、转移公款、地下黑诊所，桩桩件件，证据确凿。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群情激愤，恨不得冲上去撕了他。眼看陆川就要被判死刑，他的辩护律师突然站起来：“审判长，我方有新证据提交。”法庭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录音，录音里竟然是我爸的声音：“陆川，那个地下诊所的事，你手脚干净点。出了岔子，别怪苏家不保你。”全场哗然，我猛地攥紧拳头，不可置信地盯着大屏幕。陆川的律师满脸得意，这份录音证明苏氏集团的前任董事长才是地下黑诊所的真正幕后主使，我的当事人陆川不过是个替罪羊。陆川抬起头，冲我扯出一个恶毒的笑，我瞬间如坠冰窟，他竟然留了这么一手，想把整个苏氏集团拖下水。顾晨皱起眉头，转头看我：“苏董，这录音……”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盯着陆川那张小人得志的脸，突然笑了。审判长，我请求当庭鉴定这份录音的真伪，因为录音里的人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我站起身，直视审判长，我请求当庭鉴定录音里的人绝对不可能说出这种话。辩护律师冷笑：“苏董这是想包庇令尊。”我毫不退让，直接戳穿，因为我爸在3年前就因为喉部肿瘤切除了声带，
一直靠电子发声器说话，他怎么可能用这么中气十足的声音指导陆川犯罪？全场倒吸一口凉气。法官立刻下令技术科当庭比对音频，不到10分钟，结果出来了。这段录音是陆川用 AI 技术合成的伪造证据。陆川彻底慌了，疯狂挣扎，不可能，这是我花大价钱买的 AI 软件，怎么会被看穿？我走到被告席前，冷冷俯视他，陆川，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你连我爸什么时候切的声带都不关心，还妄想用它来给你顶罪。法庭内一片哗然，法官重重敲响法锤，最终宣判陆川犯职务侵占、故意伤害、非法行医等多项重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夏薇作为从犯转为污点证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看着陆川像滩烂泥一样被法警拖走，我心里没有半点波澜。这场婚宴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我走出法院大门，阳光刺眼。顾晨递给我一份新文件，苏董，陆川解决了，但苏氏集团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我一把撕开顾晨递来的文件，苏氏集团下属的80个农村卫生室全被换成了假药。陆川临死前把进货渠道卖给了对家。我连夜开车杀到最大的李家村卫生室，刚进门就被人泼了一身泔水，散发着酸臭味的剩饭、剩菜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滴，我连眼睛都没眨。苏老板，你们卖假药害死人！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举着扁担，带着10几个村民堵在门口，他挥舞着扁担，直接朝我脑袋砸下来。我抬起一脚，狠狠踹翻他旁边的木质药柜，轰隆一声巨响，药柜倒塌。无数盒假冒的降压药和感冒胶囊滚落一地，我没躲。顾晨冲上来挡在我面前，我一把推开顾晨，径直走到壮汉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越野车把卫生室的院门撞得粉碎，钱虎带着20多个提着钢管的打手，把我死死围在院子中央。他说：“今天我不签股份转让书，就别想活着走出李家村。”我冷眼扫过那些凶神恶煞的男人，抓起桌上的一大瓶御用酒精，拧开盖子，直接砸在钱虎脚下，玻璃碎裂，酒精四溅，想吞苏家的医疗网。你算老几？我死死盯着钱虎的眼睛，钱虎吐掉嘴里的雪茄，冷笑一声：“苏瑶，你一个30岁的女人，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还想管这么大个盘子给我砸？”他一挥手，打手们举起钢管，开始疯狂打砸卫生室的医疗仪器。原本闹事的村民吓得四散奔逃，顾晨死死护着我往后退。我一把推开顾晨，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防风打火机，啪的一声按动开关，蓝悠悠的火苗窜起。我毫不犹豫地把打火机扔向地上那滩刺鼻的酒精，轰的一声巨响，烈火冲天而起，一道火墙瞬间将我和钱虎的人马隔开。黑洞洞的枪口死死顶着我的额头，钱虎双眼通红，像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徒，叫嚣着要跟我同归于尽。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迎着枪口往前走了一大步，冰冷的枪管重重抵在我的眉心。钱虎的手开始不自觉地发抖。你真不怕死？他咬牙切齿地低吼。我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开枪你杀了我，你全家老小，还有你身后这群兄弟，全都要进去陪你把牢底坐穿。顾晨站在火光边缘，举着手机全程录像。钱虎面部肌肉抽搐，猛地扣下扳机，咔嗒一声闷响，空枪。我反手抡起胳膊，狠狠一巴掌抽在钱虎脸上，啪的一声脆响，钱虎直接被打懵了，踉跄着后退了2步。刺耳的警笛声在此时划破村庄的宁静。4辆特警车冲进院子，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上，瞬间将钱虎和他的打手们全部按倒在泥地里。钱虎的假药帝国在这一刻彻底覆灭。宴会厅的鎏金大门被推开，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桌核心位置的男人，是陆川的亲弟弟陆海。他以前一直在村里游手好闲，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投资大佬？陆海放下手里的红酒杯，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满脸春风地走到我面前。他全身上下都是奢侈品，完全没有了以往那股子泥腿子的土气。他递给我一杯香槟，嫂子，好久不见。我哥在里面踩缝纫机，你倒是越来越滋润了。我没接那杯酒，冷冷地盯着他，别叫嫂子，我嫌恶心。陆海也不生气，笑嘻嘻的自己喝了那杯酒。他从身后的助理手里拿出一份厚厚的企划书，重重地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现在是京城龙盛资本的代理人，市里下半年最大的养老康复医院项目我已经拿下了，苏氏集团被正式踢出局了。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宾客都停下了交谈，转头盯着我看笑话。苏家刚刚稳住基本盘，立刻就迎来了更猛烈的狙击。我拿起那份企划书，只扫了前面2页，上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头支票。我一把夺过麦克风，背后巨大的 LED 屏幕瞬间切换，投射出陆海及其背后资本的真实财务报表。陆海拿着京城龙盛资本的钱，在澳门赌场输了个底朝天，他现在根本就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壳子。全场一片哗然，议论声如同煮沸的水。陆海像疯了一样冲上台，想抢麦克风和电脑。顾晨一个箭步上前，一击利落的擒拿手，直接把陆海踹翻在台阶下。我握着麦克风，指着大屏幕上的赤字，这就是你们奉为上宾的京城投资人，他名下的皮包公司负债3个亿，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谁跟他签这个康复医院的项目，谁就是替他的赌债填无底洞。盘山公路上，顾晨猛地踩下一脚急刹，轮胎摩擦地面，发出极其刺耳的尖叫。车头灯刺眼的光柱里，赫然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孕妇。我本以为是意外，推开车门，定睛一看，她竟是王家屯村长的女儿翠花。看着她被鲜血彻底浸透的下半身，我惊出一身冷汗。苏医生，救救孩子！翠花绝望地死死扒着引擎盖，指甲抠出血。我立刻将她抱进迈巴赫宽敞的后座。重度胎盘早剥，情况危急，必须就地接生。我迅速撕开车载急救包，在毫无麻药的极端条件下，全神贯注，咬着牙，用15分钟，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这对母子的命。翠花虚弱到了极点，却拼死抓住我的手腕，气若游丝的吐露惊天秘密。苏董，陆海圈地根本不是盖医院，他把村西头的地下全挖空了。翠花话音未落，拐角处突然亮起极其刺眼的远光灯，3辆拆了牌照的重型泥头车并排占据整个车道，轰鸣着朝我们疯狂碾压过来。3辆重型泥头车如同钢铁巨兽，毫不减速地向我们疯狂撞来。这帮畜生为了掩盖地下黑幕，竟然丧心病狂到要当街杀人灭口。剧烈的死亡危机让我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暴怒。坐稳！顾晨一声暴喝，猛打方向盘。迈巴赫在悬崖边擦着泥头车惊险闪过，后视镜瞬间粉碎，火花四溅。在这退无可退的盘山道上，我直接拨通了管家王叔的绝密专线。我在王家屯立刻调直升机过来清场。既然他们敢玩命，苏家今天奉陪到底。顾晨凭借神级车技，硬生生甩开泥头车的追击，狂飙冲进村里。我安顿好翠花母子，带着顾晨直奔村西头的废弃厂房。几台大型挖掘机正在连夜轰鸣着，填埋深坑。10几个混混举着钢管，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叫嚣着让我滚蛋。我连眼皮都没抬，反手一耳光将领头混混狠狠抽翻。就在他们暴怒围攻时，夜空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2架重型直升机如神兵天降，狂风骤起，飞沙走石。2架印着苏氏金徽的重型直升机犹如巨兽悬停半空。这帮杂碎在真正的资本武力面前，瞬间吓得尿了裤子，纷纷扔下钢管抱头蹲地。我冷冷看着被彻底控制的现场，心底的杀意愈发浓烈。我径直走向那个深坑，打开强光手电照下去，那根本不是什么建筑废料，这是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地下冷库，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国家明令禁止的致幻类违禁药剂。陆家兄弟不过是推到台前的傀儡，他们借着苏家下沉市场的幌子，竟然把这变成了跨国走私中转站。就在我准备报警封锁现场时，冷库深处突然传来极其微弱的敲击声。顾晨立刻带人冲进去，架出一个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老者。看清那张脸的瞬间，我如遭雷击。这个被囚禁折磨得面目全非的老人，竟然是3年前愤然辞职离开医院的恩师张教授。老师，我红着眼冲过去，一把接住摇摇欲坠的张教授。他满身都是触目惊心的鞭伤，食指指甲被生生拔掉，只剩最后一口气吊着。看着曾经风骨傲然的恩师被折磨成这副惨状，我的双眼瞬间猩红。直升机立刻送总院 ICU 抢救。我厉声怒吼，声音嘶哑。张教授却拼尽全力，死死反抓我的手腕，颤抖着将一个带血的 U 盘塞进我手里，摇摇苏氏内部有鬼，陆家兄弟只是傀儡。说完这句话，他便彻底昏死过去。坐在返程的车里，我争分夺秒破解了 U 盘，里面全是走私药品的详细黑账，所有黑钱洗白后，竟全都流向了一个隐秘的海外账户。
而这个账户的实控人竟是我爸当年出生入死的结拜兄弟苏氏副总裁赵立成。第二天一早，我在集团会议室将铁证狠狠甩在赵立成脸上，他却狂妄地大笑起来，指着落地窗外咬咬：“你看看楼下是谁来了。”赵立成常年伪装的慈爱面具彻底撕裂，露出老狐狸般的狰狞狂笑。面对铁证，他不仅没有半点恐慌，反而早有预谋地报了假警。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楼下早已停满了密密麻麻的经侦警车。看着这阵仗，我瞬间明白他这是要借刀杀人。你保险柜里那些要命的走私证据，全是我亲手放的。赵立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乖乖进去待几年，苏家这偌大的产业，赵叔替你管了。话音刚落，会议室大门被警察重重推开，严令将我带走调查。我从容不迫地慢条斯理喝了口咖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待我走之前，麻烦各位警官看看大屏幕。屏幕亮起，极其清晰地播放着赵立成昨晚潜入我办公室栽赃的高清监控画面，镜头下连他指纹的反光都一清二楚，铁证如山。我走到僵如死灰的赵立成面前：“赵叔，监控早被我换成了最新款的微型 AI 探头，惊不惊喜？”赵立成被戴上手铐时，突然冲我诡异一笑，吐出2个字。赵立成被押上警车前，突然回过头，用口型无声地吐出了霍雷2个字。我原以为拔掉集团内鬼就能高枕无忧，谁知真正的深渊才刚刚裂开一道缝隙，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让我如坠冰窟。霍雷，京城龙盛资本的真正实控人，他才是这起跨国走私案背后手眼通天的终极黑手。还没等我从这巨大的阴谋中喘息过来，苏氏集团的股市立刻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境外恶意做空，股价在短短半小时内断崖式暴跌。紧接着，我们刚刚顺利接手的市重点康复医院项目，5家最顶级的核心供应商竟然宁愿赔付天价违约金，也要集体单方面宣布断供。这是霍雷在用绝对恐怖的资本力量，要将我彻底釜底抽薪，逼我走投无路。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疯狂下跌的 K 线图，攥紧了拳头。我刚准备转身强行启动极其机密的备用方案，前台秘书突然跌跌撞撞地撞开总裁办的大门，他满脸惊恐，手里哆哆嗦嗦地捧着一个还在滴着鲜血的黑色快递盒。苏董，这是刚才有人指名道姓给您的。那个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快递盒被安保强行拆开，里面赫然装着一只被极其残忍手段虐杀的死猫。更令人发指的是，对方竟然将新项目的核心加密芯片明目张胆地挂在死猫血肉模糊的脖子上。这种低劣却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死亡恐吓，让我胃里不可抑制的一阵翻江倒海。苏瑶，下一个就是你！纸条上的血字嚣张至极。霍雷在京城的黑白势力手眼通天，他不仅要在商场上断了苏氏的资金流，还要从物理层面彻底切断我们所有的后路，将苏家赶尽杀绝。我将那张带血的字条狠狠揉碎，一把砸进垃圾桶里，想在这场残酷的资本绞肉机里活下来。按常理出牌已经没用了，只能走最野的路子，立刻去查黑市。我眼神冰冷如刀，转头看向顾晨。陆川当年私自截留囤积的那批全球顶尖医疗器械，现在到底在哪？线报很快传来，霍全在市郊黑市仙客黑龙的手里。我毫不犹豫，直接单枪匹马杀向那座阴森的废弃修车厂。我刚抬脚，猛地踹开那扇生锈的沉重铁门，10几把明晃晃的开山刀瞬间死死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黑龙冷笑着派出一张血红的悬赏令：霍老板，花2000万重金买你的手脚，你自己切还是我来帮？10几把生锈且沾着血污的开山刀死死架在我纤细的脖子上，冰冷锋利的刀锋瞬间划破了我的皮肤，渗出丝丝鲜血。这群亡命之徒不仅想霸占我急需的救命器械，居然还妄图拿我的命去霍雷那里领天价暗花。面对死亡威胁，我非但没躲，反而迎着刺骨的刀锋硬生生逼近一步，冷笑着直接对上黑龙那充满杀意的眼睛。就凭你们手里这些破铜烂铁，也配拿我苏瑶的2000万？我厉声怒喝，反手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狠狠抽翻了他身边最嚣张的那个小弟。黑龙瞬间暴怒，猛地拔出一把土制猎枪，直指我的眉心。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动作极快地从怀里甩出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伪造清剿令，睁大狗眼看看这是市局刚刚下发的联合清剿令。或给我
你今天还能活命不给，外面的特警大队3分钟内就能平了你这贼窝。黑龙这种常年混迹阴沟的老鼠，最怕官方的铁拳。看着那红彤彤的公章，他吓得冷汗直冒，气焰全无，立刻谄媚的让手下放人交货。我带着装满绝版救命器械的重型卡车，刚驶出修车厂的大门，顾晨极度惊恐的电话突然打来：苏董不好了！霍雷联合境外资本启动了强制破产清算，法院的执行人员已经把总部大楼给围了。刺耳的破产警报在城市中心上空凄厉的拉响，无数户外大屏上正在疯狂滚动着苏氏集团面临强制清算的爆炸性新闻。霍雷眼看物理切断失败，竟然动用境外极其庞大恐怖的黑金资本，妄图用合法手段将我苦心经营的基业连根拔起。胸腔里疯狂燃烧的怒火，此刻几乎要把我整个人彻底点燃。一旦苏氏被贴上封条，旗下所有医院停摆，病床上无数垂危的病人就等于被活生生拔了氧气管，这绝不能忍。我一路狂踩油门飙车杀回总部大楼，执行法官面无表情地高举着封条，冷冷地让我配合交出权力。我冷眼睥睨着他，猛地转身面向外围无数闪光灯狂闪的媒体镜头。国内账户冻结了，但我名下还有父亲早年秘密设立的300个海外独立信托基金，我今天就算倾家荡产，也绝不让霍家碰到苏氏的一砖一瓦。就在我霸气地甩出黑金卡当场验资，准备以绝对实力强势打脸霍雷的瞬间，我的私人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加密匿名彩信。点开照片，我爸竟被人用枪死指着头，背后是我家那座被泼满汽油的百年老宅。深夜的苏家百年老宅被突如其来的滔天大火无情吞噬，熊熊烈焰瞬间将半边夜空烧得血红刺眼。我发疯般冲进焦黑滚烫的断壁残垣中，拼命寻找我爸，却根本找不到他半点影子。看着这承载了我整整30年记忆的温暖庭院在毒火中化为废墟，我心底压抑已久的杀意犹如火山般彻底沸腾了。顾晨强忍着浓烟，递给我一块被高温烧到变形的特种金属牌，声音嘶哑：苏董，安保监控被提前强行切断。对方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境外雇佣兵，那块金属牌上赫然刻着龙盛资本的骷髅徽标。霍雷先是用那张伪造的绑架照片引我精神崩溃，现在又一把火烧了老宅，他在用最极端的暴力逼我下跪屈服，想跟我玩黑的。那我就把所有底牌全掀了。我胡乱抹掉脸上滚烫的黑灰，立刻联系在省台高就的老同学，强行开启全网最高规格的紧急直播。我要把赵立成留下的走私铁证和霍家疯狂洗钱的烂账全部曝光在阳光下，拉着他们同归于尽。就在直播在线人数疯狂飙升，突破1000万，我刚准备公布核心洗钱账户的千钧一发之际，演播室厚重的防爆门砰地一声被暴力撞碎。一群全副武装的持枪暴徒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我的眉心，冰冷的枪管死死顶在我的太阳穴上，1000万人的直播屏幕瞬间陷入死寂的黑屏。我以为霍雷只敢在商战里玩阴的，没料到他竟敢在市中心武装劫持。刀疤脸暴徒狠狠拍出一份股份转让书，狞笑着拿我爸的性命，威胁我立刻签字画押。就在笔尖即将屈辱触碰纸面的刹那，几枚军用级别的震撼但极其精准地置入室内，刺眼的白光爆开，全副武装的特警如神兵天降，仅仅用了3秒钟就将这群暴徒死死按在地上。特警队长沉声告诉我，霍雷那支跨境武装团伙已被国家机器全面锁定，短暂危机解除后，我跟顾晨连夜重返老宅废墟勘察。顾晨徒手扒开废墟，突然从隐蔽的地窖里挖出了一个带血的密码箱。顾晨将带血的密码箱擦拭干净，借着手电筒的强光，那上面赫然刻着跨国制药财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骷髅图腾。这绝不是普通的商战。沉重的密码箱被强行砸开，里面赫然躺着一管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未命名血清。我原以为霍雷费尽心机是为了吞并苏氏，却没想到他丧心病狂的目标竟是我爸研发的原始抗体样本。特警队长向我揭开真相，我爸根本没被绑架，起火前就被国安部门秘密转移了。那威胁照片只是虚张声势，霍雷真正的绝杀是劫持了转监途中的陆川和夏薇，充当活体毒体为戒。我立刻套上防化服，跟着特战队突袭霍雷在城郊化工厂的秘密基地，踹开铁门，陆川被死死绑在手术台上，疯狂哀嚎。
走投无路的霍雷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将一管深黑色的剧毒制剂狠狠注入自己的颈动脉。霍雷双眼充血，丧心病狂地按下了主控台上的红色按钮。那就让范作成给我陪葬吧！刺耳的自毁倒计时瞬间响彻整座地下实验室。刺耳的自毁倒计时撕裂了地下实验室，鲜红的数字如同催命符般疯狂闪烁。这个疯子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毒体媒介，启动了毒气排放系统。绝望感如同巨浪般向我拍来，必须立刻提纯陆川体内的抗体注入中和系统。队长声嘶力竭，我没有丝毫犹豫。冲到手术台前，切开陆川的静脉，连接高速离心机，看着他痛苦求饶，我连多看一眼都觉得反胃。但在灾难面前，我是个医生。化工厂墙体剧烈震动，倒计时只剩1分钟，提纯完毕。我抓起抗体液，狠狠砸进中和卡槽，剧毒气体被瞬间吞噬。我瘫坐在地，大口喘息。就在我以为逃过一劫时，毒发的霍雷突然诡异地抽搐了一下，死盯着我嘲讽：“你以为你赢了？你看看顾晨在干什么？”我猛地回头，瞬间血液倒流。霍雷刺耳的嘲笑在地下室突兀炸响，惊得我浑身汗毛倒竖。转头瞬间，我竟看到顾晨猛地拔出配枪，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对准了我。被左膀右臂举枪相向的绝望感让我瞬间窒息。砰！子弹擦着我耳边飞过，身后一声惨叫，一个伪装成安保的财阀杀手倒在血泊中，手里还握着一枚拔了环的高爆手雷。顾晨一脚踢飞手雷，苏董财阀的清道夫来灭口了。外围交火声震耳欲聋，很快被直升机轰鸣压制。国家安全部门大部队赶到，跨国杀手被彻底肃清，陆川和夏薇大脑不可逆损伤，将在疯人院度过余生。1个月后，苏氏彻底度过危机。就在我准备签署上市文件时，顾晨却神色凝重地递给我一份盖着军方绝密印章的调令，内容让我彻底愣在原地。盖着鲜红绝密印章的军方调令静静躺在桌上，特殊的委任文字深深刺痛了我的双眼。我以为扳倒霍雷就能稳坐董事长宝座，没料到国家竟直接向我抛出组建顶级生物防御基地的橄榄枝。这跨越阶层的震撼让我握文件的手指不住发抖。顾晨推了推眼镜，苏董，您的手术刀该切向更大的毒瘤了。历经生死浩劫，我爸平安归来，苏家彻底洗牌，清除了所有蛀虫。我脱下高定西装，重新换上了一尘不染的白大褂。我是一名商人，但骨子里永远是那个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抢人的医生。苏主任，1号手术室准备完毕。我戴上口罩，眼神冷冽坚定。走吧，开台。